记录百万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一盒大家伙啊。整个盒装呢，比之前介绍的惩罚者机甲还要大一圈。这一款墨菲斯托地狱领主是来自于孩之宝的这个 Make for Order 系列里面，也就是说呢，它是按照预定的单量来下单去定制的一套产品，有点像众筹系列。那说到众筹系列呢，我就想起了这款玩具的曾经前身，它属于这个众筹版恶灵骑士以及其载具恶灵战车那个套件里面的解锁奖励啊。但没想到呢，今天呢，大概隔了3年多还是4年的时间，以这样一个单盒的形式给大家见面。作为漫威宇宙老牌的地狱阵营的领主和最大反派掌权者，喜欢收集灵魂的这个放高利贷专家墨菲斯托这个角色呢，也是堂堂正正的第一次以 Marvel Legends 的形式玩具化了。个人觉得呢是非常的不赖的。盒装方面呢，侧面是整个这个地狱化，就是地狱宫殿的这样一个绘图。墨菲斯托呢自己端坐在他的这个王座上面，然后双手搭在自己的下巴上面是一个就是还在酝酿诡计的这个样子啊。虽然他跟洛基的这种诡计之神的感觉不一样，但是这个家伙呢，他绝对不是一个善茬，喜欢就是跟大家去定一下契约，而且他的目标一般都是超级英雄或者说实力强劲的超级反派，目标呢就是夺取这些人的灵魂。那作为地狱领主来说，这个属性或者说这个设定可以说是恰到好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盒非常就是有气势的单盒人物限定表现到底如何吧。好的，本次墨菲斯托与他的地狱王座的全部内容物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为什么要给他一个背面的视角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款王座呢可以说是360度死角的一个展示的状态。首先呢，背面的部分是一个这样的非常巨大的牛角骷髅恶魔的形态，然后你可以看到呢，又有点像手掌，又有点像下颚异化的感觉，像包括呢臼齿，然后这边的一些这个板牙的部分，还有口腔的一些细节也都做出来了。整体的质感呢，既像泥浆，又像是各种生物的皮肤，被这边地狱的烈火灼烧，然后融化之后的样子。那下面呢也有3颗不同形状的骷髅，其中一个呢还有一条蜈蚣从它的鼻孔处穿过，然后从后面爬出来非常的惊悚啊！上面还有很多这种类似于藤蔓、铁链等一些细节。涂装方面呢，作为一款量产品来说，非常的精致。然后看到这边侧面细节依旧是非常的饱满。那涂装方面呢，在侧面的表现稍微逊色一点，大概主要的展示面还是背面以及正面。那来到正面之后呢，它的地狱大剑或者说地狱神剑就放在一侧，然后下面呢是充满自喜的这样一个地台。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头雕的部分或者说这个骷髅头的部分呢，自喜可以做得更重一些。然后这颗骷髅头重点说一下，那看起来很像是夜魔侠虽然我们都知道夜魔侠的2个尖角是他的头盔，但是你突然看到这个2个小脚非常诙谐可爱的放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不禁让人想起我们的 Daredevil。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类似于章鱼足的这样一个触手，其他部分依旧是藤蔓。那这边呢，我是直接把墨菲斯托换上了它的这个布衣的这个裙摆。整体的造型我还原的是之前片头给大家去放的和会的这个样子仿佛若有所思，2个手肘呢就搭在他的地狱王座旁边。整体的这个表现，头雕也换成了这个邪笑脸。那大家重中之重还是看一下这次的整体效果，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一坨东西呢放在手上呢，大概是500多克到600多克左右的水平。整个盒装呢是超过1公斤的，还是比较有分量的。盒子底部呢，不是盒子底部这个大底座
王座的底部呢，你可以看到商品的编号啊，还有这边的铭文。其实这个空间我觉得稍微好好利用一下呢，完全是加一个底盖啊，存放它这边的披风、头雕，然后小骷髅头、手型等配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一点呢，是我觉得这一套就是空间利用和零件利用没有特别做好的这个地方。其他方面，我觉得至少这个观感方面是一个可动手办。已经超越可动人偶了，因为我觉得加了底座，作为场景也好，作为可动人偶，或者说作为一个可动手办，这一款玩具目前的观感，我给我的第一印象要打分的话呢，我会给到一个9分的高分，整体的玩具的完成度要高出许多啊。如果横向对比这种王座系的玩具呢，无论是之前出过的这个征服者康和它的浮空座椅，跟这款产品对比的话呢，我觉得这一款墨菲斯托的整体的观感呢要优于征服者康啊。但不是说征服者康这款玩具不好，但是毕竟这一款玩具的它整体的做工还有这个细节的呈现程度呢，甚至呢就是整个选角方面是优于征服者康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然后其次呢，就是这次大家比较关心的素体及头雕部分，我们一点一点看。首先第一颗头雕呢，就是我这边换上去的斜笑脸。你可以看到这张斜笑脸呢，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精彩的。基本上侧面角度还有正面角度呢，没有任何的这个槽点。头发方面呢是稍微有些肉，但是也算是可以接受的程度。那再加上这个胸口的一个宝石，看起来呢反正是邪气满满。身上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细节，新规的一个特殊素体，然后再加上一些布置的这种纹理的刻画，包括靴子的部分呢也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就是新规的部件，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精致的。而且呢，这次布衣的部分呢是采用了一些类滴胶的工艺，你可以看到在光线下面是有点闪闪发光的，然后做出了这种不规则的纹理质感，包括呢这个披风的内衬也都是这样的效果。另外一侧呢就比较常规，这个效果呢摸起来很像是之前玩乐高的迷你人仔用的这种披风零件非常柔软，而且就是也不容易起皱，方便你去定型。我觉得官方考虑到做王座的这个方便程度和这个双形态的摆放，开发了一个固定的披风一个这样的软胶这个布衣的披风，我觉得这个玩法呢还是非常可取的。那么现在呢，把这个王座稍微放到旁边去，来看一下这次的主体部分。首先让它恢复成这种站立的姿势而且在把玩的时候呢，我也会发现就是如果不小心的话，这边大腿根部还是会因为这个关节设计的问题会压出这种凹痕，不是什么太大的毛病但是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美系玩具大家玩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大开大合的，但是玩完了之后呢，它这个地方被砍伤了，这个地方呢其实应该是有一些好的设计能够去规避这个点，比如说下拉关节等等一些东西但是下拉关节它的耐久度也不是特别够，所以说呢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那自己有好的想法的朋友呢，不妨打在那个评论区，我们来讨论一下。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个素体其实是非常高的，旁边的夜魔侠站到旁边去了，其实要高出大半个头，算是一个非常高挑的这样一个精瘦素体。而且这次的素体呢是带有这边的蝴蝶关节。胸腰关节方面的设计呢比较普通它是一段的这个球形可动，左右前后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幅度，比较小，但是呢它做王座的，然后稍微佝偻一点的这个姿势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为了迁就这个换披风的机制它这个腰部这一段是做的是插拔，所以说腰部的这一段旋转就是直接舍弃掉了。我觉得是为了这个玩具的可替换安插的稳定性，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去牺牲了可动。把镜头稍微调整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玩具的身高。刚才粗略量了一下，如果算到发尖的话呢，这一次的墨菲斯托是来到了接近20公分，19公分的样子。拿出之前2024年我觉得比较夯的组合人这边的黑星 Blackheart，
他的儿子做一下横向对比。身高方面的话呢，儿子要比他爹要高出小半个头，而且身形要魁梧许多。我们现在把王座放到一边去再拿几个跟地狱相关的角色做一下横向对比。那首先呢是地狱里面恶魔与人类的混血地狱风暴，同样也是这个恶灵骑士曾经的众筹奖励的这个人偶，但是后面呢反正它也直接商品化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妥协。我觉得这款玩具能够商品化，而且午夜之子的常驻角色嘛，放到这边给大家去看一下身高。那这边呢是太阳火素体的这个无孔化之后的升级改模，可以看到呢身高方面和墨菲斯托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然后这边放出我们的这个我很喜欢的地狱金刚狼，这个身高呢就狼叔基础身高本来就矮嘛，然后放到旁边就更加是个矮冬冬了。矮冬瓜了，而且这款玩具呢，怎么回事啊？虽然是无孔素体不是无孔素体所以那也难怪现在温度比较高，这样摆在旁边呢，就有点软趴趴的感觉。都是男性角色，好像不够看那么这边安插一下这个地狱女王莉莉丝，怎么样？这个地狱阵容大家看的还过瘾吗？因为恶灵骑士不在我手边稍微有点可惜，但是我觉得这个阵容呢也是非常耐看的。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地狱系的角色呢？我个人觉得呢，这次墨菲斯托作为地狱这边境或者说这个地狱阵营的老大，这款玩具呢，在我的 Marvel Legends 人物收藏里面算是非常重要的一笔。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玩一下它这个替换件这次替换件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披风呢，其实是非常有这种各种人皮缝合的这个质感，还下摆处做出了渐变，但这个渐变的颜色呢，没有直接反馈到这个布置披风上面，我觉得是稍显可惜的。然后领子部分的两者的模具呢是差不太多的，就是有一些细节上面的差别，包括呢这边可替换的软胶披风是中间没有这个项链的，也是比较可惜的。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其实做个统一化的处理会比较好一些，不知道官方具体是怎么想的。那么简单来替换一下，首先兜裆部的部分它就比较简单粗暴了，直接抽腰。这个腰部关节设计呢，它是类似于这个组合零件的手臂部分，它是这种有这种防呆的卡扣，然后用方形去固定的。我觉得是为了提升整个玩具的一体性和稳固度。然后这边的这个兜裆部呢，反正大家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往前面一挡就 OK 了。这个正反到底怎么样？应该是这个是正面嘛？对，它这也有个防呆机制有个卡槽。这边有个凸起，然后对应这个臀部部分腰线这里的一个卡槽，这样就卡好了，就不会出现正反的问题了。细的这边朝前，然后粗的这边挡住屁股朝后。包括呢仔细看，其实它这个裆部这个地方大腿根部呢也做出了这个布条的细节处理。虽然整体的这个布料很少但是这款玩具呢确实整个细节方面呢毕竟是一个新贵零件，整个观感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个斜鞘头我是非常喜欢，头雕部分呢是球形哑铃关节双段的这个可动去进行连接的，那比较常规了。那我们把这边披风直接利用背后的这个插口，背后的肌肉线条呢就平庸，但是该有的比如说非常硕大的这个菱形肌，其实体脂率真的很低包括呢它的大圆肌小圆肌这个地方蝴蝶关节翻出去呢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细节，背阔肌包裹过去，包括这个类似于圣诞树一样的树脊肌也都刻画出来了。虽然我们平时会把它用披风挡住，但是如果说你表演一下比如说什么战斗形态战斗的这个姿态呢都是 OK 的。那换上这个有点邪气同时又有点生气的头雕，给大家去看一下脸上的这个细节。另外一个头雕呢，其实说实话邪气有余但是多少呢就是非常经典的这种撒旦形象尖耳朵，然后龇牙，然后呢虎牙或者说犬齿部分呢有一点撩出。那这个表情呢我觉得属于比较面板化或者说刻板印象，反倒是我觉得这个邪笑脸是更加的生动一些。
墨菲斯托呢，其实除了这个别人爽约或者说是违抗他的这个契约的时候呢会生气，其实大部分时候呢都是这种比较阴险狡诈的这个笑容因为他自己实力之强，然后同时呢又是一个非常懂得逼单的人，这个逼单是打引号，懂得让大家去签约的这个人，他平时是非常少吃亏的，或者说基本上很难碰到他吃亏的这个时刻。个人觉得呢，平时那个自信的坏笑还是比较适合他的。替换手型方面呢，是做的上下的这个可动，方便他摆出持剑的 pose。那么这边把他的地狱宝剑从地台上面抽出来。那这把剑呢，其实虽然是软胶，但是呢是有一定韧性的，所以说取出盒子之后呢，千万不要过度的弯折，很容易去损坏。这一把呢，应该是一个双手大剑，在官图里面呢，它其实可以进行双持，整体的造型和观感非常不错。而且这个长度呢，直接拿出了这个地狱风暴它这个长度呢，已经比地狱风暴的身高还要长了，确实是一把非常有气势的大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款玩具到底怎么样？另外一颗小配件呢，主要是一颗骷髅头。这个骷髅头呢，你可以摆一些场景或者说让它墨菲斯托抠住它的这个眼睛，然后摆出一些比较邪气的这个姿势，然后去拍一些比较好玩的这个照片。整体的观感来说，无论是素体上面的一些阴影颜色过度的涂装，还是配件，这款玩具呢，在我心目中呢，已经可以跻身到这个年度 Mobile Legends 前10的行列了。因为第一个题材，第二个整体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赖。不知道大家如果喜欢墨菲斯托这个角色，或者说想把这个角色放到自己的收藏里面的朋友，对这款玩具的打分到底如何呢？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头条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了个拜。